我进了 ICU 病房的时候，医生给我说孩子长期受虐待，你知道吗？还是那种青紫的，包括头上还有眼部，全都是伤。孩子的爸爸是要求出院拔管，然后医生说你们拔管必须要通知孩子亲生母亲，到最后我才接受通知。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儿子。因为我白天也上班，下班之后孩子都睡着之后，也看不到孩子身上有伤，就正常像胳膊上面，像脸上面，因为脸上面是知道的，因为当时就是说没有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。这个是孩子躺在医院的时候，是眼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这个两侧的那个血管都已经放出来了，而且眼部都有伤口。这一张就是他发在我核酸记录孩子软件上的视频里面的照片，太阳穴的部位很明显，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。这个是孩子的屁股，一半的屁股。这个就是咬的那一个。对，这是小腿的部位，他咬的时候已经咬了，他当时也承认了。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这个照片是孩子躺在 ICU 刚出来的时候。太阳穴周围有很重的伤口。对。这个是他的胸部，这种黑色的全都是伤。这是孩子的背部，大家看一下，3岁的孩子，整个背部全都是伤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3岁男孩黄子彻的故事。他本该在这个年纪里像所有孩子一样，在阳光下奔跑，无忧无虑地玩耍，在父母怀里撒娇，在家人陪伴下慢慢长大。而命运却让他的人生在3岁这个年纪就被残忍地终结。子彻曾经对妈妈说，他想要一个奥特曼书包，因为他相信奥特曼可以打败所有坏人。可他并不知道，有些坏人就住在自己的家里。故事要从8、9年前说起。子彻的妈妈马女士当时只有17岁，她遇到了大她4岁的黄正礼。年少的情感总是来得单纯又炽烈，两人很快相恋、同居，甚至还办了婚礼。但因为马女士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，所以他们的这段关系也就始终缺少了那一纸婚书。然而爱情的幻灭总是来得比想象的更快。就在婚后不久，马女士怀孕了。就在她挺着大肚子，满心期待新生命到来的时候，黄正礼露出了丑陋的一面。他开始出轨了。第一次出轨，马女士看在未出生孩子的份上容忍了。第二次出轨是孩子出生3个月大的时候，马女士天真的给小三打了电话道歉，对方还反将马女士数落了一番，让她管好自己的丈夫。黄正礼也当场下跪认错道歉，于是马女士又一次原谅了他。直到第3次出轨，马女士发现丈夫竟然把小三领回了家，这一次她再也无法欺骗自己，便下定决心分手，回娘家去了。和黄正礼分开后，儿子子彻曾经跟着奶奶生活了一段时间，但马女士心里始终放心不下，她就将儿子从老家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带到了上海。她一边打工一边养活儿子，希望给孩子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。虽然辛苦，但能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就算再苦再累也值得。因为儿子子彻就是她生活中最坚实的光。马女士以为最坏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，但命运却在等着她的下一次崩塌。2024年1月，临近春节，马女士带着儿子子彻回到安徽老家过春节。1月24日的一通电话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。
电话那头是孩子的父亲黄正礼，他说孩子的奶奶得了乳腺癌，一直想念孙子，希望能接孩子回去看看老人家，并保证最多2天，我一定把孩子送回来。马女士犹豫了，想到孩子奶奶确实年纪大，又生了病，她最终还是答应了。马女士亲手为子彻穿上她最喜欢的外套，送子彻上了车。分别前，她还抱了抱儿子。可她并不知道，这一次的拥抱竟是母子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。孩子被接走后，黄正礼的电话就怎么也打不通了。马女士被拉黑，被威胁。黄正礼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是：想要孩子，签字放弃抚养权。马女士无力反抗，只能等待。7个月的时间里，她几乎每天都在梦里听到孩子喊妈妈，可现实里的那声妈妈却再也没有响起过。子彻被带到了上海浦东，与父亲及其女友赵某某同住。从那一天起，这个3岁男孩的生活就变成了人间地狱。据邻居后来回忆说，气温40度的盛夏，子彻被罚光脚站在阳台暴晒，汗水在脚下印出一个人形水渍。子彻总爱穿着长袖长裤，遮住手臂上的淤青和烟头的烫痕。偶尔露出伤痕被发现时，他会低着头说：“是我摔的。”他饿得受不了了，会敲邻居的门，小声问：“阿姨，可以给我一个馒头吗？”有人问他脸上的伤，子彻却低下头说：“我不敢说。” 2024年8月24日晚，悲剧到达顶点。黄正礼的女友赵某某将子彻带到一处桥洞下，这里装有监控摄像头。接下来的15分钟成了黄子彻生命中最后的时刻。监控画面显示，在桥洞下，赵某某用拖鞋、棍棒、巴掌轮番抽打孩子的头部，整整15分钟。画面里的子彻不哭也不喊，只是本能地用手护着头，那种无声的恐惧比哭喊更刺耳。赵某某还把孩子倒立提起，反复摔向水泥地，巴掌、棍棒反复落下，3岁的身体在暴力下颤抖。当晚，赵某某将昏迷的子彻送往医院，谎称孩子是洗澡摔伤。医生检查后发现，子彻脑部严重损伤，颅内有大量出血，全身有58处伤痕，新旧交错，腿部有清晰的环形咬痕，深可见肉。此时的子彻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，仅可以依靠设备维持生命。2024年8月28日，马女士接到警方电话：“您的孩子出事了，请您尽快来上海。”她连夜赶到医院，冲进 ICU， 看到的是那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头发被剃光，腿上有咬痕，后背和胸口满是淤青。更让她震惊和心碎的是，爸爸黄正礼在孩子被诊断为脑死亡后，想要放弃治疗，要求出院。医院告知，放弃治疗必须要经过子彻母亲同意才行。因此，他在一旁催促：“反正救不活了，不如早点火化，还能省点钱。”那一刻，马女士崩溃大哭。阔别7个多月后，子彻等来了妈妈，却怎么也睁不开眼。妈妈握住了子彻冰冷的小手，反复唤着子彻的名字，轻声说：“妈妈来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奇迹般的，昏迷中的子彻的眼角滑下了一行眼泪。2024年9月4日，上海警方表示，赵某某因涉嫌虐待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。10月22日，该案件已被警方刑事立案。
2024年10月16日，子彻妈妈收到了上海市公安浦东分局的尸检鉴定意见通知书。通知书显示，子彻系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，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死亡。10月28日，马女士表示，领取孩子尸检报告当天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向她陈述，已经看到了导致孩子最终结果的视频，是赵某某打的。2025年4月17日，该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，检方以虐待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追究赵某某的刑事责任。当日，孩子父亲及爷爷以被害者家属身份出庭，似乎试图撇清责任。法庭上，马女士展示了孩子长期被虐待的伤口照片，控诉孩子父亲未能保护孩子，甚至在孩子遭受虐待时置身事外。她的控诉沉痛而有力，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在庭审中，马女士还表示，对施暴者她不会提出民事赔偿，也不追究任何形式的金钱补偿。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法律对施暴者施以最严厉的惩罚。她表示，还会另行提起民事诉讼，追究生父的监护失职之责。子彻妈妈在庭审现场因情绪失控，当庭晕倒后被送医救治。那你这一次有附带民事诉讼吗？没有，我不需要民事，我就要他死。就全部是。如果说法院不能如您的愿呢？我会继续上诉。就全部是刑事的内容了。对，在之前的话，律师和您接触有和您讲述更多的内容吗？包括他可能的量刑啊，以及就是他。没有，就是说开庭的话，我会看到所有的内容。对孩子的生父会有什么起诉或者追责吗？后续的话会搞他的事情，现在的话就是先把刑事这方面先弄好。赵某某家里边是哪里人？不知道。也是。对，他们家从孩子出事到现在没有任何道歉，没有任何表态。赵某某是哪里人？安徽淮北的。黄子彻的遭遇引发了全社会对儿童保护制度的深刻反思。在今天的案件里，首先是监护权漏洞，生父仅凭一句奶奶病危的谎言就轻易夺走了孩子。其次是旁观者的沉默，邻居虽觉察异样，却因家务事不便插手而未及时报警。还有法律量刑之争，若仅以虐待罪定罪，最高刑期仅为7年，但若与故意伤害致死并罚，施暴者则可能面临极刑。这其中每个环节的缺失，都可能让无辜的孩子坠入深渊。今天的故事接近了尾声，黄子彻生前想要的奥特曼书包，妈妈后来买给了他。只是这个书包再也等不到它的小主人，只能在火焰中去往另一个世界。2019到2024年，黄子彻在这个世界停留了3年。他相信奥特曼能打败所有坏人，却没能等到属于自己的光。他再也不能背上心爱的奥特曼书包，再也不能扑进妈妈的怀抱。今天的这个案件不仅仅是一个母亲的战斗，它更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人性的恶，也照见制度的缺口，照见旁观的代价，更照见守护的紧迫。愿小子彻的故事能唤醒更多沉默的旁观者。每一个孩子都该在爱里长大，每一声妈妈都不该用眼泪回应。愿天堂没有暴力，愿人间不再有下一个黄子彻。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画压花了，哪里呀？看，谢谢你，没有了。这有吗？有了。不要担心我，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，我不发烧了，不发烧了，还有点点感冒，点点感冒，马上就好了哟，这就好了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，笑，开心笑。
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